柳岩是主动请大家催她结婚的，这个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你知道我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最感激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催过我结婚。他们在世的时候如果催过我结婚，你今天看不到一个自由自在的蔡康永坐在这里。我如果遭遇到催婚了，那不是他们爱不爱我的问题，是他们是我的父母亲，我怎么能够抗拒这么庞大的压力？我自从录制《奇葩说》以来，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孝顺来绑架我们的辩题。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我用孝不孝顺的立场来证明我的论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被这件事情绑架，就无法再进行任何多元观点的讨论。这个事情是从今天开始，双方辩友都应该要修正的，不要再轻易的动用这个题目。回过头来讲，我为什么今天敢选这一边，是因为像马薇薇所说的，就是爱太巨大的时候，它干扰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节奏。婚姻真的是美好的吗？对柳岩来讲也许是，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我们爸爸妈妈对小孩来讲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给他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变成他自己，而不是变成我们要他变成的人。所以90后的人起码要拥有这点自由，他在心里面可以想说，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再也不要受到7大姨8大爷跟我问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我们也不会倒过来干扰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大家各过各的，容忍别人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方的立场如果被认同，我们只想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管很多事，你可以管他要不要穿秋裤，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秋裤穿上脱下就好了。一旦结婚要离婚，对那个人是多大的干扰跟伤害。所以我们只求这一点点，保留自我的空间，让儿女们自己做抉择，不要再让爸爸妈妈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说因为你们生了我们，所以你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要求，我们都要跪在地上听你们的。这是我最希望大家得到的态度。因为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父母逼婚，我也没有姐姐哥哥，我只有一个妹妹，跟我只差1岁，我也没有逼过她，她也没有逼过我，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所有的理解，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我才坚定地选择了这是爱，因为我觉得你的爱人，你们一起谈恋爱谈了这么久，不管谈了这么久还是一见钟情，至少大家都表达了说我爱你，你爱我，那他现在开始催你结婚，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说他是变态，那这个简直天理不容。这世上就咱俩人，咱俩遇见了，对吗？那最后我们2个说了这么多，咱且不说做了什么，那最后人家催你结婚，我觉得人家的表态是说，我在这人世间其实还有很多选择，人世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干，我都放弃掉，我愿意催你结婚。我觉得这不是爱，这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坚定不移的选择，催婚是爱。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在变，催婚是父母在催婚。我想的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这绝不是变态，这就是我的态度。谢谢各位。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辩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请观众们去看一看哪一方的表现更好，所以大家可以用红蓝键来做自己最后的选择。我想问一下，金爷、甜甜和小川爱我是真为什么你们是商量好的用父母逼婚这个前提吗？没有，我们没有商量过。因为其实给我第一个反应的话，说句实话，我就说，编导在问我选什么的时候，我特别想选变态，特别想坐在对面。可是我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我拿着手机好长时间都打不出那2个字来。所以这件事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为什么要辩论今天？就是真听、真学、真感受，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无法对我爱的人，无论是心里还是嘴巴上，我都说不出这个字。我宁愿选择被他们变态的爱着我，我也选择好过他们不爱我。还是家人。对，因为是你的爱人，旁边的人我不 care 啊。你说爱人，对，太好了，娶我吧，我求你了，我巴不得你。当然，你就是因为这句话到现在也没人求过你，你知道吗？好吧，我们来就凝固到这儿。不管我说对不对，反正你不对，这是他们2位相互的立场，你明白了吧？我觉得就尊重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特别好。
所以说，我早就盼着他来，李湘那期我就盼着他来。好，有一个问题哈，想请教，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将陪伴你在一个无法离开的荒岛上共度余生，你会选择谁？孙悟空可以吗？可以啊，孙悟空可以古今中外可以啊。关键不是说你选择谁哦，你选择孙悟空是因为他有金箍棒吗？金箍棒给我变大！不是，停！因为它可以36变，它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我想要的人。OK， 柳岩选择的是孙悟空，因为他可以36变。然后你想谁？不是72变吗？好，你选择了孙悟空，算是一个及格的答案。蔡团长呢？我带乔布斯好了。为什么？因为我想他会在剩下时间里面，还是帮我发明一些通讯器材，让我可以跟荒岛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络吧。不会是 Tim Cook 吗？好，小松呢？我选择神农氏。神农氏替我去尝百草，有毒的东西先把神农氏毒死，然后我至少可以多活2天。这意思。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如果我只能在荒岛上生活的话，我一定会带能让我活到99年的莫斯利安。哎呦，光明酸奶。当然，如果我能够有一辆高情商、高智商的吉普自由光汽车的话，我还是开不出荒岛。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该收的钱已经收到了，让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辩论吧。好，让我们看看第一道题目。一到逢年过节，就有人换上回家恐惧症，担心七大姑八大婶像唐僧一样对自己唠叨2字儿：结婚，结婚，结婚！催婚猛于虎呀！停，催婚怎么啦？老话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看大街上那些剩女们，眼瞅着就要丑成没人要的烂茄子，你们男人自然是不用愁，到了40还一枝花。可我们女人就不同啦，31过就要做好成渣的准备啊！要说这催婚呐，我举双脚赞成。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结婚不是催出来的。侃爷身边有很多朋友因为被催婚，结果随便找个人就把婚结了。可幸福的木有几个。结婚是权利，不结也是权利。选择神马时候结婚更是我们的权利。结婚又不是淘宝购物，想退就能退。用自己的婚姻满足别人的期待，很傻很天真。当然，现实中有人催婚盼来儿媳女婿，有人却把自家儿女吓得不敢回家。诸位看客，你觉得催婚到底是爱还是变态呢？完了，出大事儿，我妈变态了。2个血淋淋的例子。然后呢，他呢实际上这边讲的是催你试试，哎，对，换位思考，你不能把结婚这个事情呢当成一个成就。更快、更多、更强。100位我们的观众，你们可以用红蓝键来做出自己的回答。红键是正方，是爱；蓝键是反方，是变态。好，你们投你们的票，我们来请2位团长发表自己的意见。小松兄，我听康永哥选哪边，我选对面。哦，你每次这样讲话都把我逼到你的对面去，你先选吧。康永哥先来。真的吗？康永哥先来，对。我要选反方，我觉得是变态，催婚都是变态。那我就正方。正方是爱。变了，哎，变了。就是因为我选了是爱，是爱的人就越来越少。刘岩，你被催过婚吗？哦，我正想说呢，如果是就是被家人或者是好友、闺蜜来催婚，我觉得通通都算爱。但是只有一种人催婚的是变态，那就是恋人，被我催，就是恋人。是恋人，你拍我干嘛？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娱乐新闻很热闹，就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就是你要跟我结婚，你要跟我结婚，这种已经跟爱背离的越来越远。来，柳岩，我借您那只玉手使一下，看柳岩手上有一颗巨大的痣，
这个不叫，这叫手工纱，明白吗？高晓松老师，这是小时候，应该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外婆在炒菜的时候用油爆的，手工烫伤。好，所以你的态度是，催婚是变态。我觉得不是，因为按照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催婚是爱，因为就比如说妈妈催你的，柳小姐，在我们这个现场是没有模棱两可的聪明事儿可做的，你只能选择爱还是变态。爱。催婚是爱，刚才他说了半天，最后他选的是爱。他刚才说了半天变态，然后最后我觉得好有逻辑啊！不是，因为我说了，只有一类人是变态嘛。我跟你讲，但其他类的人都是出于爱嘛。你就是被你外婆烫的轻，没有别的。好吧，选择正方的只有45个人支持，谁先开始？我先来吧，那就。金总，加油！催婚是爱。就像刚才柳岩小姐说的，什么样的人会来催你的婚啊？爱你的人，他们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希望你得到保护，希望有一个人来照顾你。我这儿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啊，唱那个写《北京一夜》One Night in 北京，陈升有一个徒弟很有名，叫刘若英。但是刘若英都结婚那么久了，还有人把这事儿抖出来啊？但是因为刘若英结婚了，所以康永哥您听我说，OK，2005年的时候，刘若英和陈升一起去上了侯佩岑一个节目，当时侯佩岑就问陈升一句话：“升哥，你喜欢刘若英吗？”陈升说：“我当然喜欢啊，我不喜欢她，为什么我要为她做这么多事儿？你当我是白痴啊？”刘若英当时哭了，然后陈升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她生命中就应该有一个人，随便哪个人，他可以啰里吧嗦，可以很讨厌，甚至他就是个司机老王也可以。他应该来保护这个女孩子，他应该给这个女孩子幸福。但是刘若英，你现在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司机老王呢？为什么陈升说这个话？陈升之前已经说了，他喜欢刘若英，这是爱，对不对？但是陈升已经结婚了，他不可能给刘若英他想要的那种东西。所以对陈升来说，他要让刘若英找到一个能够给他幸福的人，这就是催婚，好吗？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来催你的婚，你就认为这个爱你的人是个变态，好吗？你不能认为爱你的人是有病的，好吗？好，我们从45票，我们45票变60票，61票，16票，来，反方，我先说吧，大家不要弄混淆一件事情啊，催婚是爱吗？催婚是爱，爱到一个极致，那就叫变态。我当初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导演组的这些90后的导演们，到底是被爸妈逼成一个什么样子来为难我们，给我们这样的选题呀？为什么会这样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叫燕妮。燕妮的妈妈呢，除了跳广场舞以外的兴趣爱好就是逢人就问说，哎，那个你儿子有女朋友了吗？你儿子结婚了吗？没事跟我们女儿去家里坐坐啊。从开始的1个月1次的相亲，发展到2个礼拜1次，到1个礼拜3次，1年多的时候呢，燕妮差不多就将近见了有100多位男生。Everybody 们，1年只不过365天呐，100个男生，平均我3天半要见一个，3天半选择另外一半，行不行？不行，来下一个，行不行？不行，来下一个。我选车要不要选自由光，我都3天半解决不了，选择另外一半，开什么玩笑？好，父母也是这样，朋友也是这样，给我们一些空间，谢谢大家。谢谢。来吧，我想问一下亲爱的柳岩小姐，你相过亲吗？相过好，真的吗？相过几次？啊，一次一次说。老实讲啊，真正女人有危机感，需要被逼到去相亲的年龄段，应该是在30岁前后。就是那个时候，那就是大概15年前嘛，哦，不是，就是5年以后。其实我对年龄啊并不是很介意啊，我1980年生人，刚刚过完34岁生日。哦，真的吗？对，所以完全看不出来。对。那你刚才说我最辛苦，所以我说完全看不出来呀。我相亲的成功率呢，首先还自豪的讲一下，都是100%，就是对方对我的满意度是100%。都 OK 吗？对。然后我对对方的满意度呢，0。然后第一次是谁呀？是男的还是女的？
现在有相亲相女的吗？高老师？我就相女的呀。怎么这么乱呀？怎么这么乱呢？整个故事这么困难啊！好，来吧，范甜甜。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1980年生成，今年刚刚过了34岁，至今未婚。你们俩同岁。就在这里的，我要代表我们对过所有的持这个反方论点，向电视机前的他们的妈妈们道个歉，不好意思。你替他们道歉。对，因为其实这个选题我拿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好说，变态多好说，就往死里说，往恶里说，都是变态嘛。这个年代也分不清什么是变态。但重点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在电视机前看到，你就因为结婚这档子事儿就说他是变态，他的心有多伤心，我说不出口，我真说不出口。亲爱的爹妈，亲爱的爸爸妈妈，是爱，好不好？好。第二，我们从爱嘛，要把爱分很多种，小爱和大爱。我们先从小爱开始说。我的爸爸，我很幸运，我的爸爸从来没有逼过我结婚，我是他的掌中宝。他认为哪怕我这辈子不结婚，我养得起你，宝贝儿，我最爱的人就是你，还没这么煽情。可是有一天，我爸爸突然看着我的时候，当我越过30岁，开始31、32、33、34，还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时候，爸爸有一天摸着我的脑袋说：“宝贝。”他说不结婚倒也没什么，爸爸就担心有一点，有一天爸爸走了以后，爸爸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谁来爱你呢？爸爸就讲到这个时候特别的落寞，那个眼泪就要掉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打动了。我第一次觉得说，也许我去结婚是一件好事，可以有人可以照顾我，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少担心一点。那么说到大爱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我的爸爸是有高瞻远瞩性的，为什么呢？为了人类的繁衍。为了祖国的兴盛，生产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开国初期的时候都知道，光荣妈妈，那得生孩子，得生，得生。所以我觉得从小爱和大爱上来，他都讲透了。到这里的话，你们都没有被煽动，说明你们不是80年代的人，都是90后的人，不是很感动。那我就说2个好听点的听啊。我们先区分一下什么叫变态，什么叫爱。很简单一下，你妈喂你吃饭那叫爱，你妈喂你吃屎那才叫变态。还有一件事听清楚了，你妈逼你跟一个人结婚那叫爱，你妈逼你跟狗结婚那才叫变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总结陈词的时候再见。可以结束了吧？可以结束了。第一场不用再变了，我们从45票变成76票。对方还俩没说话呢，来，该你了。OK， 今天对方一直跟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我超爱你，我希望有一个人能跟你长相厮守，因为我爱你，这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事情，所以说我是对你爱。好，我也很爱我的爸爸，所以说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啊。我爸可以催我结婚，我可不可以催我老爸升职？哎，可不可以？指的是哪个升职？升迁啊，升迁，升官，升迁啊，升迁！我要给你签弟弟妹妹。我觉得你简直，我替你给你爸爸道个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可不可以催我老爸升官发财？我们通常看到的场景一般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场景一般是老爸语重心长的跟你说：“哎呀，小瓜，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对不对？你这个后面机会也不太多了。我知道你面皮薄，赶快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有些事情呢，我们长辈好给他说，这是老爸会说的话，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跟我爸说，老爸，你升官发财真的是对我们全家都超有用的一件事情。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以后真的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了，你还赶不赶快抓紧？你就打算一辈子干这个职位吗？”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很爱我爸，但是为了这个爱，有时候做出的事情也挺变态。完了吗？问题在什么？问题在于大家觉得我做的不本分。那其实换句话说，最后一句，今天这个时代，我和谁结婚，什么时候步入婚姻殿堂，好像也超脱了父母他们应该支配的本分。哎呀，包江浩，你好唐僧啊！我真的是那什么了。好，你终于成功的又送给对方好几票。什么情况？艾丽，艾丽，
你注意啊，你们已经82票领先了，这对你来说其实难度更大。明白。因为你说完之后，就自然状况就82票，你说完之后变81票，你活都活不下去，死到这儿，我的对，死的心都有。首先谢谢包间浩啊，我完全没有听懂啊。但我想说，各位啊，我叫艾丽，草字头一个叉，这个艾。但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会把我们一般说汉字哈，都是弓长张立早张。OK， 你把你的爱重新说一遍。草字头下面一个八叉，草叉爱是吧？光你这名字你就掉10票。对。艾丽，你加油加油加油！没问题，我相信大家听完我解释之后呢，可能就会回来。我虽然是这个爱，没有30票，但我想说呢，很多人的话会把我的名字啊改换为爱的力量。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家知道繁体的爱这个字怎么写吗？不知道。爱里面有一颗心，一个名字怎么能掉30票啊？我就不敢相信。所以我在想，其实观众投票有时候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凭心情、凭喜好。为了正方着想，我建议你坐下吧。先让一样说，没关系，今天大不了死这儿了啊。但是我认为啊，所谓的爱呢，爱里面有一颗心。还在讲名字吗？这是关心。我想说，催婚的本身。真的在跳！艾丽顶住！艾丽顶住！艾丽顶住！艾丽！我就不信你们能把它按到0票。OK， 好，谢谢。好了，我可以说话了，我可以说结论吧。对面的对手报完一个名字，我们让我说一句话。我们有梗，我真要给各位跪下了。我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大家发现了。对，我学这个语言很难的，各位可怜我啊！但我想说，我真的特别喜欢中文，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的爱当中有一颗心，而这个心啊，让我说完，这个心是关心，而我们为什么会催对方呢？是因为我们关心对方。我们可以类比一个场景，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遇到过场景，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妈逼你穿过球裤吗？对吧？秋裤啊，秋裤啊，秋裤啊！我跟你讲，那不赖你，全是你妈。对，各位啊，中文真的不是母语吗？真不是母语，对。我想说呀，各位的母亲肯定有过逼迫大家穿球裤的时候，我妈妈也是秋裤、篮球裤还是排球裤？秋裤啊都有。那为什么妈妈会逼你穿球裤呢？很简单，因为你要打篮球，对不对？秋裤是因为天冷。天冷的时候，这是一份关爱。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被母亲逼过要多穿衣服，这是一份关爱，这就跟催婚一样。但这个时候，你妈打电话说：“儿子呀，天冷了，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秋裤或者球裤穿上。”这时候你说：“妈，你是个变态。”挂了，你说你忍得下去这个心吗？对吗？所以我们应该将心比心，父母催婚也罢，我们可以让他们先等一等，但不能说对方是变态。好，我们应该去，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假设站在父亲的角度，假设的话，我假设我是金宇轩他爹吧，儿子。OK， 有，好，我是，好，对，来，我现在作为一个父亲，我对我的儿子付出了这么多，我给你让你穿一下秋裤，对呀，给了那么多钱，给了那么多货物，最后这个时候，我现在唯一想要的是个孙子，你什么都不给我啊，你什么都不给我，我做了这么多，你100块也不给我，你也不让我抱个孙子，你说这也太过分了。我无言以对，就算你不给我也罢。行，没问题。你现在又说我变态，我给你什么仇什么怨啊？我给你什么仇什么怨啊？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要说我变态？我不是死啊！我跟你这么说，这么远，跟你这么说，这么远。哇！对啊！谢谢各位。有问题。为什么艾
艾丽的儿子姓金，不姓草叉。因为他不姓草叉呀，太难听了。我告诉你，康永，在大陆姓金的人，相当一部分原来姓爱新觉罗，对后来才姓了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爱新觉罗草叉宇轩。艾丽，你一坐下来就回来50票哎。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全场观众对你说什么根本无所谓。好吧，谢谢。好，薇薇，我牺牲太大，太刺激了，终于说回来。好，加油！练拳了。谢谢各位，我现在就论证你和秋裤的区别。好，今天天气冷，我妈劝我穿秋裤，我就是不想穿，我就是不想穿。不是不想穿，讨厌啦！我们也是满族人，我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好，妈妈叫你穿秋裤，你不想穿。我妈让我穿秋裤，我超不想穿。可是我知道我妈这是爱我，我勉强穿一穿又怎样？可是今天我不想结婚，我妈逼我嫁艾丽。艾丽，你不是一条秋裤，你明白吗？我今天嫁给你，我明天把你当秋裤一样叠柜子里，你愿意吗？对不起，我妈需要我穿的时候，我说哎，秋裤你来。然后等我觉得我妈不太关心这件事，或我对新款秋裤比较满意，或者说夏天到要换季，艾丽拜拜。这里面被伤害的是谁？是不愿意嫁给艾丽的我，但为了满足我妈的爱，这个时候我不得已，我的爱被伤害，这是第一。第二，一个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瞎了眼爱上我的艾丽，被当成一条秋裤就热销到江浙沪包邮到我家来，听到吗？艾丽，这边有2个人被这种爱杀死，一个是死在妈妈的爱里的秋裤你。一个是死在妈妈的爱里的秋裤，穿秋裤的我。我没穿秋裤，我没穿，自带毛裤啊，自带毛裤。你们知道吗？当爱造成一种巨大的伤害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它是变态。第二个点，催婚中除了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有没有发现最大的压力来自于7大姑8大姨？为什么？因为你妈超爱你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给你施压的。就像甜甜她讲的，她爸爸妈妈没有给她施压，对不对？可是那种真正会给你无形压力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那种7大姑8大姨，是那些叫你们剩男剩女的人。是那些叫你们单身狗的人，怎样？我找到伴侣，我人都不是了，我不配做人是吧？我没有领结婚证，所以我就没有领做人证。歧视啊！那他们这种人背后的心理变态是什么？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特别渴望看别人的生活取乐。你想看生殖，你想看繁衍，去看《动物世界》。在苍茫的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群雄狮，人均上万呐！刚才讲的，我只说一句话，对，人吃饭和吃屎是爱和变态的差别，但你不能说时间到了30岁了，虽然你暂时没饭吃，吃口屎顶一下，这很变态。感谢各位。哇！成功扳回啊！那年年，什么意见？刚刚是一段狗里收裤的故事。对啊，没有，大家一直被他的情绪带过去的很多原因，就是他一直说“逼”这个字，我们没有说“逼”这个字，我们说的是“催”这个字。也就是说，你妈逼你穿秋裤，你妈逼你吃屎，哪怕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不穿呀，你也不用叠起来呀，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挂起来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连自己的个人意志都丧失的话，你连你妈都斗不过的话，你怎么跟这个世界，这个残酷的世界斗争下去？算了，就在家吃屎吧。如果你是我妈，一种极致的爱，极致的爱，不想要是吧？都不想要极致的爱。
好，那么换种方法来说，不要爱我，不要爱我，爱我妹妹，爱我哥哥，去爱我姐姐去，千万不要爱我。为什么要爱我呢？你爱我给我负担，是不是？既然你们要这样才开心嘛，各位观众朋友们，哦，我不要爸爸妈妈的爱，给我自由，那是因为你们是90后，我今年30岁了，我天天回去跟我爸爸都说我不好，明明我一个月赚挺多钱的，哎呦爸爸这个月我穷啊，我赚不到钱，为什么？我希望他多爱我一点，多关心我。哎呦囡囡啊，缺钱啊，爸爸给你一点好吧？哎呦不要，催。不是极致的爱，如果 OK， 那我们不爱该怎么办呢？我说我宁愿要极致的爱，逼我吧，我也不想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妈妈再爱我一次，谢谢大家，艾丽。首先等一下，哎，艾丽站起来了，我们票又可以回来。再讲一下，艾丽再讲一下。大家可以投就是我的反对票，但我必须得说一下，其实有些时候被催婚真是一种幸福。你看艾丽一边讲票一边少，哎，没有。这里我真想说一个简单严肃的事儿啊，就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幸福了。我的父亲在3年前车祸去世，我现在特别希望有一个人的话，能告诉我应该早点结婚。我希望的话，有那份关爱在那儿，能让我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被催婚。我今年也就25岁，我还有个妹妹，长兄为父。那将来的话，他结婚所有事都由我来办，家里面所有支出都由我来出。如果我付出了那么多，最后我妹转过来跟我说：“哥，你好变态啊！”我不知道我心里会怎么去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让我们任性一下，我今天想吃糖，妈妈说啊任性我让你任性一下，我今天想干这个，妈妈任性。那我们现在作为儿女，为什么不能让父母任性一下呢？他催婚就属于他的一个任性呀，他又没有把枪指到你的头上说你一定要去结，让他去说，让他舒服一点，你结不结还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各位，催婚它其实是一种幸福。非常感谢，谢谢。老东老师，我有几句话特别想讲。哎呀，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来吧，你说。就是这是我唯一全场我听的最听到心里去的话是艾丽这段话。这次反方吃亏的是用词太重，变态。如果说只是说是爱还是负担还是什么累赘，那其实好辩。但是一用到变态这个级别，特别是微微，你知道吗？我们还不一定输，所以你不用发表得奖感言。不是，我还是要讲完，就是微微，就是你刚才，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谓的三姑什么三大姑七大姨的，如果是你的亲戚真的看到这个节目，会很难过。这个不能，这个他们稍等。我现在是脱离辩题之外的在讲话。我就想跟你基于心与心的交流。艾丽的父亲3年前过世了，我的父亲在半年前得了癌症，晚期，这是真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节目上讲。好，我想讲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好，不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本身，是这个世界上在最极端的爱和最不爱的父母之爱之间，有一种爱叫做最自由的爱，是让你自由的父母之爱。我父亲从来没有逼过我马薇薇干任何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我，从18岁成年那一天起，我顶天立地，不是一个奇男子，因为最近没变性，但至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爸不怕我孤独终老，因为他们相信我，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他们相信我。薇薇，其实你讲这段话也很感人，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不，刘岩老师，你想说的是你的亲人看到这段会很伤心。这一段我已经过了，我被你说服了，我过了。因为人选择自己的爱情生活态度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凌驾于任何态度之上。我反而觉得你很高级，你跟我们的境界不一样。这一段已经翻篇了。我们比如说催婚这件事，我并不是说你应该懂得他们的爱我就去结婚，不是这样。我突然觉得很可怕的是，我们在辩这个题的时候，大家觉得结婚难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结婚的本质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所有人得不到或者不美好，我们才会认为它是一个深渊，是一个黑洞。留言，正是因为婚姻如此美好，才不应该被催。
尤其不应该被催着去做什么。婚姻是否是美好的事情，取决于跟你结婚的那个人是否是一个美好的人。如果我现在还没有遇上这个美好的人，那我有没有为了时间紧迫的关系，因为催一定是因为觉得时间紧迫嘛，或者叫催有毛用啊？对，这个时候我有没有必要还没有遇到这个美好的人的时候，就急着进入婚姻，仅仅因为我设想它美好？仅仅因为我设想它美好。Robin Williams 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孤独终老，而是跟那个使自己感到孤独的人终老。我们这边看来措辞很大胆，很丧心病狂，可是我们传达的恰恰是一种最温馨的观念。是什么？对待婚姻要谨慎。你面对社会再多催促的压力，你回到家觉得再害怕，你觉得再紧张，你觉得我年纪大了再没人要，都不要紧。为什么？因为再可怕再孤独都没有被人催着进入一段你还没有准备好的婚姻更可怕。哎，我们给你鼓掌，你自己就不用鼓了。你这个对我心里响起了如雷的掌声。习惯性的啊，爱自己嘛，没办法。刚才你变主意了吗？我不会变主意啊，我不知道微微多大，就是可能20多岁的女生根本没有，不是我只是说20多岁的女生在那个年龄段不会有人催你，不会有人催你，你不会有这个辩题的烦恼。可是到我这个年龄开始，真正关心你的人会催你，我也会自省。因为在前10年，我入行已经9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事业是最重要、最靠谱的，男人是不靠谱的。我有很多极端的思想，等到我事业慢慢有了起色的现阶段，我感谢所有催婚的人，我甚至都说，铺开广撒网，你们帮我去找。其实今天是一个被动和主动的一个态度问题，没有太多的可以去辩解。所以你说活到那个岁数了，你就知道催婚是爱了啊？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大概是。所有喜欢柳岩的男生，请按红灯。好，你们2位团长有什么？柳岩刚才刚好讲了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柳岩是主动请大家催她结婚，这个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你知道我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最感激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催过我结婚。他们在世的时候，如果催过我结婚，你今天看不到一个自由自在的蔡康永坐在这里。我如果遭遇到催婚了，那不是他们爱不爱我的问题，是他们是我的父母亲，我怎么能够抗拒这么庞大的压力？我自从录制《奇葩说》以来，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孝顺来绑架我们的辩题。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我用孝不孝顺的立场来证明我的论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被这件事情绑架，就无法再进行任何多元观点的讨论。这个事情是从今天开始，双方辩友都应该要修正的，不要再轻易的动用这个题目。回过头来讲，我为什么今天敢选这一边，是因为像马薇薇所说的，就是爱太巨大的时候，它干扰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节奏。婚姻真的是美好的吗？对柳岩来讲也许是，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我们爸爸妈妈对小孩来讲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给他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变成他自己，而不是变成我们要他变成的人。所以90后的人起码要拥有这点自由，他在心里面可以想说，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再也不要受到7大姨8大爷跟我问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我们也不会倒过来干扰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大家各过各的，容忍别人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方的立场如果被认同，我们只想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管很多事，你可以管他要不要穿秋裤，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秋裤穿上脱下就好了。一旦结婚要离婚，对那个人是多大的干扰跟伤害。所以我们只求这一点点，保留自我的空间，让儿女们自己做抉择，不要再让爸爸妈妈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说因为你们生了我们，所以你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要求，我们都要跪在地上听你们的。这是我最希望大家得到的态度。
因为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父母逼婚，我也没有姐姐哥哥，我只有一个妹妹，跟我只差1岁，我也没有逼过她，她也没有逼过我，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所有的理解，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我才坚定地选择了这是爱。因为我觉得你的爱人，你们一起谈恋爱谈了这么久，不管谈了这么久还是一见钟情，至少大家都表达了说我爱你，你爱我。那他现在开始催你结婚，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说他是变态，那这个简直天理不容。这世上就咱俩人，咱俩遇见了，对吗？那最后我们两个说了这么多，咱且不说做了什么，那最后人家催你结婚，我觉得人家的表态是说，我在这人世间其实还有很多选择，人世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干，我都放弃掉，我愿意催你结婚。我觉得这不是爱，这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坚定不移的选择，催婚是爱。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在变，催婚是父母在催婚。我想的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这绝不是变态，这就是我的态度。谢谢各位。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辩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请观众们去看一看哪一方的表现更好，所以大家可以用红蓝键来做自己最后的选择。我想问一下，金爷、甜甜和小叉爱啊，小叉爱，我是真为什么你们是商量好的用父母逼婚这个前提吗？没有，我们没有商量过。因为其实给我第一个反应的话，说句实话，我就说，编导在问我选什么的时候，我特别想选变态，特别想坐在对面。可是我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我拿着手机好长时间都打不出那2个字来。所以这件事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为什么要辩论？今天就真听、真学、真感受，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无法对我爱的人，无论是心里还是嘴巴上，我都说不出这个字。我宁愿选择被他们变态着爱着我，我也选择好过他们不爱我。但你的前提还是家人。对，因为是你的爱人，旁边的人我不 care 啊。你说爱人，对，太好了，娶我吧，我交去了，我巴不得你。当然，你就是因为这句话到现在也没人求过你，你知道吗？好吧，我们来就凝固到这儿，和我们最开始的选择做一个比较。正方赢1票，正方胜。承让。你妈逼你穿过球裤吗？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司机老婆？你妈逼你跟一个人结婚，那叫爱；你妈逼你跟狗结婚，那才叫变态。好了，现在反方3个人要选择1个人被淘汰，请写下他的名字。他们是季泽熙、马薇薇、包江浩。小松先说，你选择这个选手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作为弱势方，必须要不讲理。这个时候不能以冗长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讲，就是要以最 sharp 的方式，不讲理的打到那个点上，然后获得所有100位 grand jury 评审团的同情。他讲的时间太长了。从他身上我特别受到启发，我想提醒所有的辩手一件事。无论你准备的有多么的充分和精彩，永远来不及现场的变化快。所以当现场有变化的时候，不要再去背你准备好的故事，因为没有人想听。而且这是最笨的一种辩论方式，会显得你在所有人当中气场弱爆了，而且很幼稚。乱拳打死老师傅，练得再好不如王八拳管用。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蔡老师，说话之道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做比方就要用比原来那个事情简单2、3倍的方法来比喻。所以今天这个辩手呢，我觉得他比喻的方法搞错了，他找了一个比原来更麻烦的事情来做比喻。我觉得这个违背了跟人家说明事情的这个基本道理。好，3位请亮题板。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支持你的话题观点。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跟我们互动。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好了，现在反方3个人要选择1个人被淘汰。好，3位请亮题板。
包浆浩。这个房间最近我进的频率非常高，但这一把呢是非常严肃的进来了，对吧？因为这一次是真的被淘汰了。那其实关于被淘汰，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我非常承认今天我的发挥问题挺大，我自己也知道，是当中有一定的失误，这是我觉得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好，那谢谢包浆浩，谢谢你来参加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奇葩说》，还有喝了能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到这儿告一段落，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每一位团长、导师和美丽的柳岩小姐所说的话，应该不止于这个现场。谢谢大家，下期节目再见。就是一个节目，它的意义在于让每个人成长。最打动人的都是用心辩论的，用水辩论的，其实只是在这里来回循环。有人只是唱歌，有人是歌唱，这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一直都是说你要用心。柳岩小姐，我要跟你在一起，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试一下还是可以的嘛。拦着，你丫就绿了。whatever， 你只能把你女朋友密室禁锢。我们一起打比赛的时候，经常睡一间房一张床，因为她是闺蜜，根本不是异性闺蜜。哎呀，我都被人身攻击了，去死！来，去死！我们在谈什么？3、2、1。时尚颜值最高导演组，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拼了，必须看啊！